欢迎回到牧师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民主之路，番外之线，党从何而来？今天呢是第2集。上一集啊，我们说了党这个字，调了一遍2000年的档案，调出来的东西呢，大家都还记得吧？一个肚子里藏着黑的字，一份孔子签发的判决书，3次大案，1次失败的上诉。2000年了，法官换了10几个朝代，判决书啊，愣是一个字没改。党永远是罪名，永远是他称，上诉呢，永远会驳回。因为系统啊，只允许一个合法权力组织的存在，在这种系统里呢，党必然就是个脏字。上一集啊，我们也说到，西方、欧洲、英国有2个党，一个呢名字的意思是赶流的，而另一个名字意思是土匪。大家注意啊，东西方呢这两边的脏并不在一个位置上。华人这边脏的是党这个字本身，字典里就给他记了案底，2000年了，没有一个组织敢公开顶着他出门。而西方那边呢，情况略有不同，但其实呢大同小异啊。2个党派还没出生，还没来得及吆喝，名字啊就先被对手安排好了，赶流的和土匪。东方啊是烂在字典里，西方呢是烂在门牌上。真要比起来，那确实呢谁也别笑话谁。但到了今天，西方的这2位呢，西装革履，坐在伦敦的议会大厅里，轮流当家300多年了。一个骂人的外号怎么就混进了体制里，最后自己还混成了体制。用当今中国的话说啊，土匪你是怎么考编上岸的？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要来查一查这个案子。查案之前，我们先聊点轻松的。大家都知道啊，老外酷爱 party， 爱到什么程度啊？人家专门有个词叫 party animal， 派对动物。周五晚上不蹦个迪啊，这一周呢就算白活了。这是刻在人家基因里的渴望啊。但是不知道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啊？老外嘴里的这个 party， 为何和他们星期二走进投票站选的那个 party 是同一个词呢？这周五晚上的狂欢叫 party， 统治这个国家的组织也叫 party。同一个词，白天管政权，晚上管蹦迪。我们华文世界里啊，肯定感觉不到这个，因为翻译的时候啊，给拆成了2个词，玩的那个呢叫派对，选的那个叫政党，户口分得清清楚楚，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啊，我们从来没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在英文里这2个东西是一个词呢？因为这个词的本意啊，既不是狂欢，也不是政权。Party 词根啊是拉丁文 pass， 意思是部分，直接意思是从人群里分出来的一块。说白了就是一伙人，一伙人聚在一起喝酒叫 party， 一伙人聚起来打官司也是 party。法庭上啊管当事人他就叫这个。那如果一伙人聚在一起要权，那也是 party。这个词啊根本不管你们聚起来干嘛，它只登记一件事，就是你们是一伙的。啊哈，这就对上号了，有点耳熟了对吧？你们是一伙的，这不就是上一集宦官给士大夫定的那个罪吗？对，麻烦呢也是从这儿开始的。你一伙人去蹦迪，没人会管你。你一伙人想要权啊，全世界的系统啊都会抬起头来看你一眼。我们都知道啊，部分的要权，真的却是管理整体的权，相当于公司里的一个部门啊，宣布要代表全公司说话。这话怎么听怎么可疑。你是一个部分，凭什么代表整体啊？你是不是想把整个整体偷到你们那个 party 里面去呢？所以啊，别以为只有华文世界看党不顺眼，西方人啊早年看 party， 眼神跟孔子看党啊是一模一样的。你们几个一伙的想干嘛呀？这一点呢，我们先记下来。东西方的起点啊是同一个疑心。好，热身完毕啊，我们开始查案啊。这个词第一次大规模冲上政治战场，案发现场呢在伦敦，时间是1679年到1681年。案由呢是这样的啊，当时的国王呢没有合法的子嗣，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呢是他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士。这位詹姆士啊信天主教，今天听起来可能不算个什么事儿啊，人家信什么教就信呗，有啥大关系啊？但在当时的英国啊，这是件能把房顶掀翻的大事啊。给大家快速补个背景啊，100多年前，英国国王亨利8世为了离了个婚，跟罗马教廷啊正式搞掰了。从那以后，英国自己开了一家国教会，国王本人呢兼任教会的最高首领，这天主教啊就成了前东家。而且啊，这100多年里啊，新账旧账攒了一堆。中间呢出过一位天主教女王，外号贼有名，叫血腥玛丽。在位几年啊，烧死了200-300个新教徒，还出过一伙天主教阴谋家，在议会大厦的地下室里呢埋了几十桶火药，差一点啊就把国王和整个议会一起送上了天。就这件事情，英国人到今天还在过节纪念，年年啊还烧假人，而且啊还拍进了电视剧里面。所以啊，在当时英国人的脑子里啊，天主教这3个字啊，它约等于教皇的人、外国的势力，然后还要加上海峡对面法国那种国王一个人说了算的路子。现在大家再看这局啊，一个信天主教的人马上要继承王位了，
顺便继承的还有新教教会最高首领这个职位。让前东家的人回来当本店的董事长，这就不是信仰的问题了，这是整个权力结构要不要翻过去重来的问题啊。于是呢，一批人要把他踢出继承序列，一批人呢要拼死保他。议会里吵，咖啡馆里吵，小册子满天飞，两拨人啊整整吵了3年。吵架吵到兴头上，那自然要给对方起外号啊，而且要起就要起的最脏的那种。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一个尊贵的议员站起来，指着对面说：“你们这帮苏格兰赶牛的。”对面一位绅士整了整假发，起身回敬：“你们这帮爱尔兰土匪。”朋友们，后来统治了英国300多年的两大政治传统啊，这命名仪式就是这么完成的。两句互相绅士般的接骂。要踢走詹姆士那批人呢，被骂作 Whig。他原本是骂苏格兰长老会的叛军的，就是字面意思，你就是赶牲口赶牛的乡巴佬。而保詹姆士那批人呢，被骂作 Tory。原本骂的呢是爱尔兰天主教亡命徒、官府通缉那种啊，真的是土匪本匪。所以大家评比这两个外号的配方啊，族裔、宗教、职业一次全打包，放在今天啊，一条就够分你的号了，人家一口气给你凑了3条。17世纪的伦敦人骂街啊，主打一个主流最瞧不起谁就拿谁当形容词。但我们关注重点啊，不是脏，重点是这个动作它本身。两个名字全是对方起的，没有一个人会自我介绍，哎，你好，我是土匪啊。这个动作大家眼熟不眼熟啊？上一集的牛党、李党全是对方起的名字，东林党、阉党全是敌人颁发的称号。晚唐的官僚要是穿越到1680年的伦敦啊，语言虽然不通，但业务却能秒懂，一看就明白了。哦，你们也会给对方上罪名嘛？把脏字扔在对面身上，宣布对面就是一伙的。这项技术啊，东西方各自独立研发，工艺完全一致。至于是为什么呢？那就更有意思了。不过呢，这是超纲内容啊，我们会在其他的节目里面去说。但有个画面大家要记住了，这场架吵完，赢的是保詹姆士那边，也就是 Tory 土匪帮。输了的那批人下场也很不好看。领头的有人流亡客死他乡，有人则直接上了断头台。1680年的英国啊，吵政治架吵输了一样可能会没命的，因为那条后来救了所有人的赛道呢，这时候还没有修好，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后面几十年一寸一寸铺出来的。这个细节等一下我们要用先存着。英国的案子查到这呢，我们就先压后，因为要定党的案还得排除一个干扰项。万一刚才我们举这个例子，这只是英国人的岛民脾气，天生小气暴躁呢？所以我们要传唤第二组证人。这组证人选的就讲究了，因为他们是英国人自己养大的孩子，也说英语，读英国书，连后来造反用的理论都是从英国进口的。后来这帮孩子呢，在大西洋的对面自立门户，开了一家新公司。没错，这就是让无数中国网友魂萦梦牵的梦中情国美利坚。来，我们来看看他开张第一件事写公司章程，就是那部大名鼎鼎的美国宪法。大家猜一猜，他们在章程里给党安排了一个什么位置没有位置。美国宪法你从头到尾找不到任何政党2个字，一整套国家机器，总统、国会、法院设计的严丝合缝，唯独党 party 压根没给留位置。但这可不是忘了，是当时的老美也不想让这个东西存在。华盛顿1796年告别演说里面专门有一段，他郑重其事的警告美国人警告什么呢？说党政精神的危害。注意他的用词他警告的是那股精神，那股劲儿。他没说要立法禁止政党，但他嫌弃那股味儿隔着200多年都能闻得到。而且这段警告呢，还有一层背景。华盛顿说这话的时候呢，他自己的政府里两拨人已经斗得不可开交了，财政部长一伙，国务卿一伙。他警告的不是远方的危险，就是在他自己办公室里每天在上演的事。我们再看看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他用的词呢是派系。他说派系是一种病这个病没法根除，因为根除它的手段比病本身还毒，能做的只有想办法控制它的危害。朋友们，把这2段话翻译成老中的文言文是什么？那不就是君子精而不争，群而不党吗？华盛顿要是生在春秋跟孔子聊这话题能聊到天亮，越聊越投机，临走还得互赠礼物不得拜个把兄弟一丢还是你有见地以后你的子孙要来美国，我罩着你。爱国爱党的朋友们先别急着兴奋，看美国国父自己都反对党派，说这就是民主真相，你老查这里终于有了实话了。大家冷静这一集呢才走了一半，而后一半呢才最要命的那一半。我们先把这个证据收好。国父们这个直觉恰恰是全案最重要的证词他证明了一件事，对党的厌恶
不是你儒家的专利，也不是中华文化的劣根性。孔子那边一个直觉，华盛顿这边同一个直觉，隔着2000年，隔着一个太平洋。所以文化基因这个解释啊，到这里呢可以扔掉了。东西方的起点完全是一样的。而且这个案子里还有一个更妙的细节，写下派系士兵的麦迪逊，没过几年就自己亲自下场，跟杰弗逊一起组了一个党，还成了开山领袖。大家呢也先别笑他打脸啊，这不是打脸，这反而是本案的关键证词啊。一个从心底里讨厌党的人，最后也去组了党，那说明什么？说明在那个系统里有些东西啊，比你个人的好恶还要硬。是什么东西这么硬呢？先按住，答案马上就到。这东西方的起点一样，终点不一样，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好，美国的证词啊采集完毕啊，镜头呢我们切回英国啊，回来一看，哟吼，那2个骂名啊居然还他妈活着。这里必须再补一段案情啊，不然呢全案对不上。1681年那场架吵完以后呢，苏家上了断头台。按我们华人熟悉的剧本，接下来应该是什么呀？那肯定是斩草除根啊，外号进了黑名单，2000年没人敢提。上一集的党锢之争就是这么办的。但英国这边剧本却走差了。7年之后，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的议会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们把不听话的国王啊给请走了，然后呢再从海对面呢请了一位听话的来。新国王上岗之前啊，先把条件谈清楚，收税要议会点头，养兵也要议会点头。大家看明白这一下没有啊？这一下老板全换了，以前是国王开公司，议会打工，但从此啊，议会成了董事会，国王成了打工的了。这老板一换，斗争的地点呢就跟着换了。以前争天下，战场在刑场，输了你得掉脑袋。现在呢争多数，战场呢在议事厅，输了呢掉座位。于是呢这2伙人啊就这么带着各自的骂名呢又搬进了议事厅。这边坐的是土匪，对面呢坐的是赶牛的乡巴佬，天天见面，天天对骂，骂了90年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2个骂名啊用着用着成了座位表。这新来的一问啊，哎，你是哪一伙的？人家面不改色，我土匪这边的，你呢？俺放牛的。好了，这骂名啊用久了，自动转正还成了注册商标。于是啊组织活下来了，名字也叫顺口了，但还欠着一样东西，名分。你们这一伙一伙的在国家的账本上到底算什么呀？算是必要之恶，还是算没法做的叛乱，还是算一群假正经的东西？这时候啊有人站出来了，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1770年，英国爱德蒙·伯克写了一本小册子《论当前不满的原因》。在这本小册子里呢，伯克他干了一件2000年来没人干成的事儿，他给党下了一个正面的定义。大意是说啊，党呢是一群人基于共同认可的原则联合起来，用共同的努力去促进国家的利益。大家品品这个定义啊，共同的原则、联合的努力、国家的利益，每一个词都是往光亮处去写的。这是党这个概念啊，2000多年来第一次拿到一份干净的出生证明，跟《说文解字》那句不显眼正好是一人一张，遥遥相对。哎，等会这人应该不是欧阳修穿越了吧？难道果然是东方不亮，去了西方就亮了啊？大家再听一遍这句话，欧阳修的原话是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伯克的定义是一群人基于共同认可的原则联合起来，700年2种语言，这哪是2篇文章啊，这几乎就是互相的翻译啊。但是老规矩，老茶呢这里啊得点破一层，这本小册子也不是素载里的学术文章。伯克是谁啊？辉格党里啊，对啊，就是那个 Wick， 被骂赶牛乡巴佬的那边，罗金厄姆那一派的头号笔杆子。这本册子也是替自家派系写的辩护词，眼熟不眼熟？700年前欧阳修朋党论也是辩护词，也是替自家阵营写的，论证的也是同一件事，为原则结合的团体，它是个好东西。2个人隔着700年干的是同一件事，文章水平老实说不相上下，但2个人的下场呢却天差地别。欧阳修上诉驳回，700年后还被另一位皇帝啊亲自加重执行，上一集我们说过了。而伯克呢，他那段定义进了教科书，成了现代政党理论的地基。同一篇辩护词，2种命运，为什么呢？有人会说啊，你这是时代不同了吗？这不叫答案啊，这叫把问题换了个说法再念了一遍。老规矩，我们得看看结构。伯克写这本册子之后，他脚底下站的是什么地方？英国议会。这个机构到那时候已经运作了几百年了，里面有规则，有议席，有投票，有输赢，权力的竞争在这间屋子里是合法的。今天你们多数，你们说了算，明天我们多数，我们说了算。而之前我们说过啊，在这条赛道上最值钱的一条规则呢是给苏家的，
大家还记得刚才存的那个画面吗？1680年代草输了也是要上断头台的，到了伯克这个年代，同样是草输了，待遇完全变了。输的人啊，不抄家，不下狱，不灭族，你也不用造反，回家呢攒利息，准备下一轮。输从一个生死问题降级成了一个业绩问题，这是在我们之前的系列节目里介绍过的啊。英国的政治里后来甚至长出了一个正式的说法，他们叫议会里的少数派叫什么呀？叫做效忠陛下的反对派。哈哈，大家听着这5个字啊，反对还效忠，公开反对政府，同时效忠于国家，这2件事居然可以是同一件事。这5个字要搁在雍正那儿念出来，念到第2个字，人早已经去追随年羹尧、年大将军了吧？那如果是今天说出来，嘿嘿，那你就是大侄子恨国党，我要举报你。大家看清楚这东西啊，这是一条赛道，有跑道，有裁判，有积分牌，最关键的是要有下一场。那为什么有下一场这4个字最值钱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啊，没有下一场的地方，每一场都是决赛啊，决赛输了你就是死，那谁还跟你讲分度呢？掀桌子都是你亲的，我嘎了你全家反而是最理性的选择。上一集皇权底下那些掀桌子的人啊，不是天生不守规则，是那个系统里啊根本就没有下一场，而只要有下一场，你输就输得起，输得起人才肯认输，人要肯认输，权力才第一次可以和平的换手。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部分争整体权的这件事，在没有赛道的地方，一个部分组织起来要权力，只有一种理解方式，那就是窃取，为之后的强取豪夺的谋反做预备状态。上一集啊，我们讲皇权免疫系统啊，报的就是这个警。现在有赛道的地方，同一个动作，但含义却变了。Party 不再是偷走整体，而是排队，是轮流代表整体。你上台代表的是全体国民，不是你那一伙。你干得不好，下去换另一个 Party 上来。整体谁也偷不走，因为整体在赛道的手里，不在任何一个 Party 的手里。而窃取呢，就变成了轮换。就这么一下，党的这个概念的整体道德属性啊，立马就这样翻了过来。同时也拉开了中西方后面近700年执念的南辕北辙。至此，麦迪逊的答案现在呢也可以揭晓了。比个人的好恶更硬的东西就是这条赛道。赛道一旦存在，竞争就是公开的，组织化的竞争呢就是必然的。你不组织，对面组织，你就永远输。所以啊，连最讨厌党的人，最后啊也只能下场去阻挡。在有赛道的系统里啊，党不是谁的发明，是必然要长出来的，拦都拦不住。所以说，欧阳修输给伯克的根本不是文笔，是脚下的地面啊。欧阳修是在一个只允许一个玩家的赛场上论证第2个玩家的正当性，你话还没说完呢，你本身就已经是罪了。而伯克呢，是在一条已经有了2拨人跑了快100年的赛道边上，给正在发生的事情呢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严格说，他都不能算是发明，他只是去登了个记。当然了，老茶是觉得他就是欧阳修千年执念的重新投胎转世，哈哈。这就是今天这一集的柱子啊！一句话，先有合法的权力竞争通道，后有正当的党，顺序不能反了，反了出来的那一定会是个四不像。大家注意啊，是通道在先，而不是先冒出来几个品德高尚的好党，把系统给感动了，然后系统啊含着泪给他们修了赛道，完全不可能有这回事儿。是赛道由于种种的原因先在那儿了，在上面跑的组织才会慢慢的从嫌疑犯变成了器官。这里顺手啊，我们把上一集的推论给验证掉。同一个概念放进没有赛道系统啊，2000年是罪名，欧阳修你写出花来也没用。而放进有赛道的系统呢，100年从骂名变成了教科书的词条。变量是什么？它不是文化，不是民主性，不是谁家的孩子更懂事，而是赛道的存在与否。最后啊，按老规矩，我们要看一眼演化。这一集最好玩的证据啊，还是那2个外号本身 ，Vigor actually is Vigamore 和 Tory。一个赶牛的，一个土匪。按说考编上岸之后，第一件事应该是改名了吧？谁愿意天天被叫土匪乡巴佬啊？结果呢 ，Tory 这个词，保守党顶着它用了今天300多年了。你现在去翻英国的报纸啊，标题里如果写的 Tory， 那指的就是保守党，人家成了中性词，日常用语，连贬义啊都快磨没了。而 Whig 这个词呢，也堂堂正正的用了100多年，在1859年左右呢，一路演变成了自由党。为什么不改名呢？因为不需要。名字这个东西只有在危险的时候才需要改嘛。当罪名变成了队服以后，越老的队服越值钱。土匪对，我们就是当年那伙土匪啊，跑了300年还在赛道上。大家可以自己代入一下，有的网名被人做成了梗，几天就顶不住，可能想换掉了。可人家顶着土匪用了300多年，这份从容是哪来的？第一当然是脸皮肯定要厚，
第二呢是脏字背后的那个罪名被系统给撤销掉了，字还在，但罪名却没有了。这里还有一个语言上的小证据啊，顺手分给大家。英语后来干脆把这个概念分了家，脏的那一半呢留给了一个词叫 faction 派系。到今天啊，你说谁搞 faction 搞派系，那还是在骂人。而干净的那一半呢留给了 party。麦迪逊当年写派系诗病用的就是 faction， 伯克给正面定义的是 party。 同一个一伙人，语言啊给他办了分户，见不得光的那群家伙和上得了赛道的那群家伙从此呢是两个户口。而华文世界呢2000年就一个党字，就这一个户口，它还是个黑户啊。当然啊，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民众党都是好词，都是好词，谢谢大家。但其实我们华人自己嘴上呢也在偷偷的办这种分户。同一个行为贬起来呢叫拉帮结派，夸起来呢叫团队精神，叫凝聚力。哪伙人算党，哪伙人算团体，从来啊不看他们干了什么，看说话的人啊是站在哪边的。所以如果我们大家啊再回头对比一下我们这边啊，上一节我们讲过的同乡同年门生把兄弟山头，2000年了，所有的横向连接都在改名字，都在拼命的把自己伪装成我不是党啊。西方那边把脏外号当成了传家宝，越骂越亮。东方这边即使在干净的词里都不敢用，越躲越黑。差的从来不是字，是字底下的那条赛道。好，本集的收口时间啊，先把今天走过的路呢我们倒着数一遍。一个白天管政权晚上管蹦迪的字，本意啊就是一伙人。一场吵了3年的架，两个骂名赶牛的乡巴佬和土匪呢全是对方给起的。一批说话像孔子的美国国父警告党争，转头呢自己就组的党。一篇辩护词，伯克跟欧阳修几乎是互为翻译，命运却天差地别。差在哪儿？差在伯克脚下，他有一条修了几百年的赛道。苏家不上断头台，反对派效忠陛下，窃取变成了轮换，嫌疑犯变成了器官。今天这一集一句话，先有合法的权力竞争通道，后面才会有正当的党。加上上一集的结论啊，两根柱子都立起来了。没有赛道的地方，党必然是个脏字；赛道修通的地方，脏字自然会褪色。但是朋友们，这个故事啊，最精彩的一段还在下一章。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今天这一集有一件事很诡异，咱们讲了两个主角，东方的党背着2000年的案底还在字典里面蹲着，西方的 party 刚刚考编上了岸，进了教科书。这两位起初的命运几乎一模一样，可是2000年来他们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一个呢在长安的卷宗里，一个呢在伦敦的咖啡馆里，隔着一整块欧亚大陆，各自背着各自的案底，各过各的日子，谁也没见过谁。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今天我们张嘴就说的这个政党，是不是就说明这两位后来不但是认识了，还结了亲？那是谁介绍的呢？大家可以猜猜这个媒人是谁啊？是的，他不是中国人，中国那时候还在办科举，没这个业务能力。他也不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人家压根也不可能知道汉字堆里还蹲着这么一位同行。没错，是日本人。明治维新，日本人整船的往回搬西方的书啊，搬回来呢就得翻译啊，翻译就得给每个洋概念配一个汉字搭档。轮到 party 的时候，日本的翻译家们在汉字堆里翻了一圈，挑中了谁？偏偏挑中了那个背了2000年案底的党。前面再安一个字政，于是政党合体完毕。东西方这各自有案底的两个概念，就这么在东京拜了堂。有考据弊的朋友啊，可能要举手啊，说更早的中文文献里这两个字也闪现过，可以欢迎去查啊。但把这枚亲事真正办成办大，让政党变成一个现代正式词的，就是明治时期的日本。大家来品品这个相亲现场啊，一个前科2000年，孔子亲自判的，一个刚上岸，户口本还是热乎的，介绍人还是个第三方。这门亲事一结啊，新词坐上船运回了华文世界，然后啊大麻烦也跟着来了。词是进来了，赛道怎么搬过来呢？一个必须跑在赛道上的词进了一个没有赛道的系统，会长出什么东西呢？ OK， 先给大家念两个名字啊，感受一下。兴中会、同盟会，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两个革命组织，你听听啊，都叫会。一群啊干着掉脑袋事业的人，连命都敢不要，但党这个字却不敢用。而且这些会的背后呢，出钱的出人的有相当的一部分啊，是我们今天叫做黑社会的组织。上一集啊埋的那个伏笔，2000年的进党进出来的地下结社，在下一集啊就会全体出场了。孙中山的江湖啊，中国第一个敢叫党的组织。还有那个从第一集就调职的问题，党和黑帮它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呢？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摸石过河，记得转发订阅，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